别张嘴闭嘴，他妈的他妈的！我就他妈的了，怎么着？我他妈让你看！安平，这事儿算成了。3天以后你得在这儿，我给自己3天的时间筹够10万，只因不争气的儿子花了公爷的车，而且还他妈是辆法拉利。现在儿子也被他们给扣下了。这几个小崽子都是家里有点背景、有点势力的，不是地方上的领导，就是首富之类的。我六哥曾经也是老北京胡同里说一不二的老炮，而面对这些富二代和新兴势力，却发现自己出了胡同，则没人给面子。这钱呢，咱哥儿一块凑。钱的事儿你们帮不上，反正这事儿啊，不能就这么了了。先别炸，三儿，等我把孩子这事儿解决了，咱再说那打脸的事。一听说我遇到了难处，当初的老伙计们抢着帮忙，但我还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如果钱能平事，自然不能让兄弟们搭上身家性命。我到小波合租的公寓了解情况，开门的是一个黄毛小年轻，满口没大没小，我也不想搭理他。我他妈跟你说话呢，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耳聋话？我告诉你，给我滚出去！不滚出我报警了啊！也不知道现在这帮年轻人怎么了，老一辈留下来的好，他们是一点也没学会。他这说话干净点，跟我这岁数的人没大没小，一样的。我是孙子，我是孙子。知道我是来找小波后，黄欧这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当天小波在夜店新认识了一姑娘，也不问名花有没有主，就贸然和人家纠缠在了一起。那伙公子则知道后，直接找上门来，把小波狠狠揍了一顿。小波咽不下这口气，转脸就把小飞的车给划了。关键那还不是一辆普通的车。什么 Ferrari？ 我大概已经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，自知理亏，只能先和当年的老朋友们借钱，可钱还没借到，就先搭出去300。灯照因无照经营摆摊时，遭到了城管张队长的刁难，争夺过程中不慎砸坏了执法车尾灯，车子被人收了不说，还挨对方一大嘴巴子，那他妈是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这事我必须替他讨个说法。这位上有老下有小，都不容易，差不多得了。他无照经营，就得没收，这事儿合理。我没有正面和他抬杠，小老百姓赚点辛苦钱不容易，但要是这帮孙子赶上了就得认。灯照砸车是他的不对，我主动替灯照赔偿了300元修车费，张队拿上钱就要走人。可我觉得这事还没完。你这事儿轻了，他这事儿还没轻。你这抽他一大嘴巴这事儿怎么说呀？你大老爷们儿一出门让人来一大耳贴子，灯照你也抽他一个。我始终信奉一码归一码的江湖规则，被打就得还手才能两清。可灯照性格懦弱，不敢动手，我便亲自在张队脸上轻拍了2下。老实人给挤得急了，也不定怎么着，既维护了底层人的脸面，又告诫对方执法时能忍则忍。解决完这个小插曲，我四处向老伙计们借钱。可惜这年头啊，大家都不容易，有能拿出钱的兄弟也是拼命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借了一圈也没凑够10万。眼看3天期限将过，我只能拉下脸去找最有钱的兄弟要我。整个华北地区的造纸厂的亚硫酸盐全是我这儿出的，看到混得风生水起，我却更不好意思开口了。咱俩是过命的交情，甭跟我客气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。他越这么说，反而越打击我那点可怜的自尊。我一辈子要价，没求过什么人，这时候若是开了这个口，感觉自己就跟矮了他一截似的。可没想到我连一根烟都没抽完，他就摆出架势哄我走了。一根烟都没抽完，杨火愣住了，好像猜出了我的来意，从保险柜拿出2沓钱拍在桌子上，吓人的啪啪打着我的脸。下次您再来，跟我的秘书约一下，我怕您扑空了。真拿刘哥能要饭吗？我还是无法接受江湖情谊被简化为金钱交易。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，现在却成了连见面都要预约的陌生人。人呐，都有好的时候，
也有背的时候，别给哥几个这点情分全都给弄拧完了。没想到自己守了半辈子的规矩，到头来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保不住。路上的我突然感觉心脏一紧，整个人瞬间没了反应。医生判断我2根血管都堵死了，随时都有可能会心梗。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，儿子那边还没有音信，怎么也得撑过这段时间。凑来凑去，一共才凑了2万多。打算怎么办呀？卖房子。别他妈放屁了，你他妈就剩这房子了，房子再卖了，你以后怎么活呀？没想到华夏我这人掏空家底，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。他故作轻松的姿态让我的喉咙发紧。我一生以规矩和面子为荣，如今却要向曾庇护的女人伸手。年轻时未能长大，到了中年还要拖累她。我就一条件，小波明儿回来你立马给我住院去。隔天最能打的兄弟闷三放心不下我，2个人一大早骑着28大杠，慢慢悠悠的来到了他们的改装车厂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灯罩竟然用他祖传的手艺擅自给法拉利补漆，原本的一道杠他们画成了抽象画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先把钱摆在他们面前，本想糊弄过去，带上小波走，可最终还是被小飞他们发现了。这下不是10万能解决的事儿。3年前打过我脸的狗腿子又来叫嚣，知道那是什么仇？知道那是什么漆吗？现在城里边烂漆了，我得铲了重喷。他妈逼样的，这一巴掌还给你，这叫礼。要再跟我嘴里不干不净的，我就接着抽你，替你爹妈教训你，这叫规矩。这次我没有惯着他，这种嚣张跋扈不懂尊重的狗腿子，要放我们那个时代，估计早就被砍死在大街上了。围观的小弟们拿家伙就像出了，闷三衣服一脱，亮出一身腱子肉，2把短刀握在手里，谁也不敢向前。都他妈活腻歪了吧？小飞这时站了出来，告诉我这件事不可能轻易算了。这辆车是他最宝贝的车，如今被抹成这样，重新喷漆的价钱赶上买半辆车了。他摆出一副和我讲道理的样子，知道我赔不起，只想和我讨个说法。灯罩说既然在京城，那就按京城的老规矩，1个礼拜后双方约个地方，能来多少人就来多少人，谁服了算谁的。你们要是把我们老哥几个放倒了，修车的钱给你如数凑足。你们要是不灵了，孩子我带走，钱我能凑上多少算多少。1周后的早上8点，颐和园后的野湖就是决斗地点。文三决定帮我找点年轻的帮手，像我像样的和小飞那伙打一场。我却担心年轻人下手没得轻重，坚持要把老兄弟们召集起来。尽管年过半百的他们如今从事着各行各业，听说了我的时候都打算站出来帮我。可话匣子不想我把事情闹大，坚持要报警。现在也不是这事儿，你要报警，这辈子别再见了。这时小波偷偷掏了出来，连带那10万块一起装袋子里偷了出来。可他第一面并不想见我，我们爷俩从来谁也看不惯谁。我看不惯他缺乏江湖义气，他看不惯我整日活在过去的辉煌里。每天跟你白过以前那点破事儿，净吹你。还真不是吹牛逼小哥。83年你爸4、5个人跟他们几10个人就在前面冰场上查起来，你爸一把军刀对10几个，愣是没倒下。那会儿你爸猛起来，真他妈挺吓人。有话匣子帮我说好话，小波这才同意和我见面，给我倒了杯酒，也算是道歉了。可话说不到3句，我又忍不住开始训斥。一个大男人和有男朋友的女孩不清不楚，一出事身边的狐朋狗友跑了个精光，没一个人管小波死活的。小飞那会儿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只属于他们打别人，不是自己挨打。这在讲规矩的我看来，
简直就是一群混蛋。您有规矩的是什么事情啊？除了打架斗殴，您还会什么呀？打架斗殴也是江湖。我们爷俩半辈子都是这样吵过来的，实在没辙，我就总把他妈搬出来。可这次他倒不乐意了。别他妈跟我推我妈！您当爹的就没那么多事儿好吧？是怎么了？知道我妈大冬天被人撞了，躺他妈医院走廊什么样？一进去好几天，我怎么活下来？面对小郭情感的指控，我无言以对。年轻时为兄弟两肋插刀，对家庭却一直疏于照顾，深深的愧疚感淹没全身。儿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，我几乎都没有参与。这一刻，我既是失去江湖地位的老炮，也是被儿子质问下的失败父亲。成了，我给你磕一个。当年在江湖中苦苦寻找存在感的我，如今却在新时代里找不到出路，唯一的依靠也只剩下小郭了。那一夜我们敞开心扉喝到很晚，然而就是这顿酒，我又被抬进了医院进行急救后总算缓了过来。他们都劝我必须紧急动手术，可我坚持采取保守治疗，不是怕动手术，而是一直惦记着几天后的那场约架。我好说歹说才说通小郭，在他的掩护下成功逃离了医院。你他妈大老爷们做一手术，给你丫吓得跟孙子似的，你真是他妈有出息！我他妈上辈子欠你了怎么着？与其让我在手术台上挨一刀，还不如让我在冰壶上抡最后一刀，那样的血是热的，规矩是他们的，死也死得敞亮。然而当我们回家时，已经不速之客堵在胡同里，我看是不妙，让小郭先去找人。能跟您问个路吗？甭问路，直接问事儿吧。那咱简单点，东西您带了吗？什么东西？我根本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本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但毕竟对方人太多，我这把岁数被人按在地上一顿暴揍。小郭回来救我时，被那小胡子一棍打在了后脑勺儿，导致重度脑震荡，头骨骨裂，昏迷不醒。当然也不排除有后遗症的可能性。我摘下束缚我的绷带，正是回归老炮的生存法则。没等我发话，门三已经照进人手砸了修理厂。可奇怪的是，那伙人像跑路了一样，连个人影也没看见。我还是想自己摆平这件事。太他妈憋屈了，咱他妈什么时候受过这个呀？这兄弟我算没白交，这事儿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修理厂的电话突然响了，电话那头是那天打我的小胡子。有样东西它不是你的，需要你还回来。原来在小郭逃跑的那天，装钱的袋子里还有一封重要的信，这就是他一直想要的东西。我隐约察觉出其中一定有更大的阴谋，而小飞接下来的话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。对，我知道你是个讲规矩的人，把电话我们做的不对的，我给你一个说法，这东西你一定得还给他们，喂，不了解这里面有多危险。电话，对，你听我一句，来，你们几个把它关好。喂，我们查到信封里是银行的对账单，786万欧元的账全部在小飞名下，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张单子。小飞他爸是一大官，这下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上层人的世界真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想象的。我知道这东西要不还回去，绝对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报复。你听我一句，这帮人咱真惹不起，可出大事了。事后小飞再次找到我，想跟我和解，可现在小郭还在医院躺着，这老赵还没和他们算清，就甭想从我这里糊弄过去。您觉得100万行吗？1000万也行。最后他同意按照我的规矩来，还是在老地方查价。如果小飞这边赢了，我还对账单，修车钱也不要了。如果我赢了，想怎么替小郭出气都行，对账单也随我出着。那咱们就两档子事一起了。其实我从来没给自己留退路。回去后，我默默准备好了一封举报信，把账单都寄了出去。有些事儿是必须办的，约定的任务就要到了，
尽管深知自己与时代脱节，但我内心深处依然有着一股不甘。我不愿意轻易向现实低头，这把军刀就像是我最后的倔强和抗争。我本想单刀赴会，不牵连任何人，没成想闷三他们背着我，把我大限将至的消息散布给了老伙计。那您给他通完话，去不去？那不去。去。我去。去他妈什么去呀？去哪儿啊你？我去大爷！这他妈谁也别管我！我孤身一人如愿来到滨湖，不算厚实的冰面没能拦住我的脚步。小飞的人已经等在对岸，见我只有一人，吓唬的像招呼狗一样对我挥手。我拔刀出鞘，像被遗忘在时光里的最后一个刀客，只是没想到这个时代不止我一个刀客。昔日的老兄弟们纷纷赶到湖边。你丫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不他妈欺负六哥吗？来都来了，干什么呀？被时代抛弃的挫败感，此刻被兄弟们的赴约彻底消解。这群人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却仍愿为我赌上性命。这就是我一生尊严的终极回响。可惜心脏已经不是40年前的心脏。我浑身冒汗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站了起来，朝着我心中的那份正义冲了过去。心脏的剧痛让每一步不像踩在刀尖上。或许兄弟们都知道此去凶多吉少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们再次站在了我的身边。也许没人知道我的名字，其实叫张学军。这一辈子守旧却钟情，执拗中藏着江湖道义。在新旧时代的冲突里，我选择用一把军刀劈开尊严之战，活成了胡同里最后一抹英气的背影。